9月3日晚上9点26分，在湖南省桑植县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102岁的抗战老兵彭长竹刚刚用手机看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阅兵仪式，然后他就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老人家已经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很长时间了，身体非常虚弱，但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心系国家，依然想要亲眼见证自己祖国的强大。9月3日当天，彭长竹的家人特意申请在 ICU 病房里用手机为他播放阅兵仪式。虽然老人身体已经很衰弱，但观看过程中，他的心跳明显加速，呼吸也变得急促，情绪十分激动。据他的孙女讲述，当天是叔叔用手机陪爷爷在 ICU 里看了大阅兵。这一幕别说看见了，你在脑海里想一想就足以热泪盈眶了吧。一位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老兵，在生命最后时刻仍然心系祖国，而家人也同样理解支持，想方设法帮助他完成最后的心愿。彭长竹老英雄是湖南张家界桑植县人，16岁就参军报国，那是1938年农历2月，正值国家危难之际。年轻的彭长竹主动报名参军抗日，被编入由湘西子弟兵组成的新编第6军暂5师。第2年秋天，他就参加了惨烈的第1次长沙会战。1939年，他第1次参加常德会战。这场战斗打得异常艰苦，他们与日军激战了3天3夜，在最惨烈的肉搏战中，彭长竹的右眼被日军刺刀刺瞎，但他仍然坚守战场，没有退缩。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子弹打光了，他们跟日军展开白刃战，彭长竹左刺右挑，帮助同伴解围，自己却被日军刺刀刺中右眼和腰部，重伤倒地。后来因为右眼失明，彭长竹没法继续在一线作战了，但他没有就此离开抗战事业。当他听说当地正在筹建为抗战前线生产紧缺药品的生药厂时，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在生药厂，他负责采药、制药、酿药酒，还经常往返于长沙、吉首、常德及湖北等地为部队送药。他和工友们研制出了专治疮毒、专治疟疾、专治痢疾以及防止中暑的各种药品。这些药品以及他们自制的药酒被及时送往战地医院，不知救治了多少伤员。可以说，彭长竹虽然不能在前线杀敌了，但在后勤战线上同样为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战胜利后，彭长竹因伤残退役回乡，与指腹为婚的妻子成家，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生活。后来他还参加了共产党的地方武装，担任了民兵分队长，投身剿匪土改等工作。解放后呢，彭长竹长期担任生产队长等等职务，乡邻们都说他公正无私，分粮食的时候总是让社员先挑好的，自己家留剩下的；分田地的时候主持丈量，自己最后一个抓阄。他热心公益，带头修路架桥，寻找水源，解决村民饮水问题，救助孤儿和孤寡老人，在村里威望极高，谁家有纠纷都找他评理，他总能一碗水端平喽。彭长竹的英雄往事其实一度被尘封了，他自己也不愿意多提，直到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多次走访，才让他慢慢敞开心扉，愿意讲述那段烽火岁月。2015年，中央为他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是国家对他的最高认可。2025年9月3号上午，102岁的彭老英雄侧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通过手机全程观看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当看到昔日需要4个人抬的迫击炮已经变成威武的导弹方阵的时候，看到年轻的女兵们英姿飒爽的时候，看到国之重器翱翔天际的时候，老英雄情绪十分激动。他亲眼目睹了昔日用生命守护的山河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达到今日之盛况。想必他心中是欣慰的、自豪的、无憾的。阅兵式结束后不到12小时，彭长竹老人的心跳渐渐平稳。据说他最后抬起右手敬了一个军礼，还留下了离世前最后一句话：现在的中国，子弹管够。晚上9点26分，老英雄安详离世。
他终于能够带着今天的盛世景象去见当年的战友们了。右眼失明86年后，他见证了国家的强大，然后与世长辞。这是一位抗战老兵最圆满的人生，也是历史对英雄最好的告慰。彭长竹老英雄，请您一路走好。今天的中国如您所愿，如所有抗战英雄所愿。